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5月20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1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403.16，收盘价是404.11，在盘中最高价是在405.63，最低价是在393.63。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2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在20日均线值的上方。当日的成交量是4644.01万股，较前一个交易日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微小的绿柱，那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多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5月1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实体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那么开盘之后，我们会看到股价是继续下行。那么下方呢是在395附近得到了支撑，然后我们会看到股价是被震荡拉抬，也就是说有多头力量的进入，然后临近午盘的时候呢，股价被突然拉升，然后呢在这之后我们会看到股价一直是在当日K 线的上部或者顶部，一直是处于一个震荡的走势。那么最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开盘价的上方。那因此呢，我们会看到留下了一根长长的下影线，也就是当日的这根 K 线。那么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但是呢，我们会看到是在20日均线值的上方。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生成这样一根 K 线，我们说这样的 K 线它是一根典型的蜻蜓线。那么通常呢，蜻蜓线如果出现在下跌的行进中，它是止跌的信号 K 线，或者说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那么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蜻蜓线它的成交量不仅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较之前的交易日这个成交量也是非常低的。所以说呢，这根 K 线我们也仅仅能够把它称为是止跌的信号 K 线。那么次日股价只有高开高走，站上这根蜻蜓线的最高，那么这个止跌的迹象呢才能够被确认，否则如果低开低走呢，例如股价跌破这根蜻蜓线的最低，也就是394这个位置，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所以说在接下来的交易日我们要特别关注这根蜻蜓线的最高，也就是405这个位置，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呢，我们认为才有可能是正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股价才能够有反弹的走势。其实从5月19日盘中的走势可以看到，股价在跌深的时候确实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将股价又拉抬到20日均线之上方。但是能否继续反弹呢？我们要看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 K 线。好，那么我们单从目前的 K 线信息来解读，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将会有反弹的走势。好，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5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股价是会继续下行。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收盘价在397附近，在这个位置；另外一个呢，收盘价是在404附近。
第二个可能我们给出的是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412。那么实际我们说在5月19日收盘价是在404.11，股价是出现了继续下行。那么我们预测的继续下行和实际发生的继续下行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这个相同，同时呢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也就是都是低开低走。但是我们预测的走势呢，没有预测到股价会出现这样低的低点。好，那么股价目前是出现了继续下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5月2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364。那么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目前新生成这根 K 线，也就是蜻蜓线的最低394和384，那么这两个位置将会成为强支撑。那么蜻蜓线的最低被跌破的话，那么这根 K 线也仅仅是称为休息的 K 线，也就是股价一定会去测试384的，这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好，那么当然384如果被跌破呢，那么这根连续4根上涨的 K 线呢，这样的一个强势上涨的走势呢，也将会被瓦解。好，那么第一个目标364如果被跌破呢，那么这个多头趋势将会被瓦解。第二个目标就是337，第三个目标就是下方的325，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再来看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453。那我们从目前股价的走势可以看到，股价出现高点之后是处于一个回档的一个行进中。那么目前非常利好的信息就是出现了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实际上在日后的 K 线只要股价能够留在20日均线值上方，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后再上涨，然后去站上前高，也就是453这个位置的。而一旦这个位置被站上，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个多头趋势将会继续。好，那么在到达453之前，目前的首先是股价要停留在20日均线之上方，其实就是在次日要站上蜻蜓线的最高。然后呢，还有一个位置就是5日均线值。5日均线值将会成为日后股价能否反弹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5日均线值呢，在5月20日是在415到420之间，是在这个区域，其实就是5月1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好，那么这个位置如果能够被突破呢，那上方唯一的压力就是这个缺口，然后股价才能够到达453。那么453被站上之后，第二个目标就是498，也就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20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5月1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405附近。那么到了也就是5月19日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5月20日呢，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我们取这根蜻蜓线的最高406，我们稍稍上移这条水平线。好，那次日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很明显我们会看到股价呢将会出现反弹的走势。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股价我们认为次日是很容易跌破20日均线值的。好，这是我们关注406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仍然还有一个40%的多头仓位，成本价是在395附近。
那么我们给的止损位一直是守20日均线值，直到5月19日股价还没有跌破这个位置，因此这个仓位应该是继续持有的。那么对于这个仓位，到了5月20日，我们继续给出止损的位置是守20日均线值，在404到406之间，也就是次日股价如果是跌破的这个位置呢，那么这个仓位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因为仓位越来越大，我们的原则呢是不亏损。对，好，那么相对于这个仓位，在之前，也就是在422这个地方，也就是跌破5日均线值，已经停利出场的，那么现在应该是空仓。那么目前股价出现了一个止跌的迹象，对于目前空仓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就是我们是否要再次进场。那么在这个位置是不具备加仓条件的，虽然出现了止跌的信号 K 线，但是成交量是大幅的量缩，所以说对于多头来说，在这个地方是不可以进场，或者说是叫重新进场的。我们要等待股价日后出现一个带有增量的一根 K 线，并且这根 K 线呢站上前高，或者关键标志位，那么对于多头才可以进场。好，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呢，其实就是20日均线值是405附近，也就是蜻蜓线的最高。那么当然还有上方的5日均线值420附近。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384，也就是要收复这一波涨幅，然后突破这个重要的标志位，去测试前低。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5月2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从404到406。第二个压力位呢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415到420附近。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423到426之间。第四个压力位呢是上方的这个缺口，也就是从335到缺口的中线338，这是第四个压力。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394，第二个支撑384，第三个支撑就是364。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5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5月20日我们认为我们给出的两个预测是分先后顺序的。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甚至不排除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404，上方最高会到达420，收盘价会收在419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呢，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呢，股价是不可以低于404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第二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在404，下方最低会到达390，也就是会出现新低，然后收盘价会收在396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继续的下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404的，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进一步的下行。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6年5月2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